兄弟們，3條硬核的亮點總結成一句話，它不是堆一堆料去湊一個能量機的白瓦，而是用系統聯動、能量管理、精密控制，把穩定性、高質量輸出和耐用性做成了同一個結論，同時把發燒友的心也照顧到了。做工這塊確實很發燒，很嗨翻。各位大家好啊！在測試片裡，這個蘋果96瓦適配器已經把它實際使用和極限工況下的表現全部都攤在了桌面上。這是一款發布於2019年的電源產品，那是一個沒有氮化鎵競爭、沒有功率密度內卷，蘋果更在意穩定性、長期可靠性和一致性的年代。今天這期拆解，我們不站隊，不預設結論，只做一件事，順着測試片給出的現象，把這個96瓦內部的電路一層層拆開，看清楚它的工程取捨與設計邏輯。充電器拆解有觸電的風險，這句話我們要反復的強調一下啊，請不要模仿。這個折疊插腳模塊的話，我們就不拆了，因為這個只是一個結構件。關於蘋果充電器真假鑑定，大家還是去找大連正哥啊，因為他是鑑定真假比較專業的。老規矩啊，用切割機沿着缝隙把它全部切開。費了9牛2虎之力啊！我最怕的就是拆這個卡扣，終於把這邊撬開了。內部殼體上面都打有這種黑色的散熱膠啊，用來跟這個殼體進行緊密的粘連。底部這塊殼體也是被膠粘住的。手都給我撬酸了。這個玩意兒如果是一般的工具的話，根本就把它撬都撬不動啊！已經把這個充電口給撬壞了。蘋果的產品每一個零部件都是非常精緻的，上下蓋全部都有黑膠進行粘連，這個也是充電器的熱量能夠迅速的導出去的重要的措施。正反兩面全部都覆蓋了紫銅的散熱片，這種黑膠粘的是非常緊的。清理這些黑膠啊，花了不少時間。大家看一下这個做工的樣子，主板 PCB 用到了成金的工藝，紫銅的散熱片一共用了4片，都是用螺絲進行固定，定制的隔離绝缘支架，再加上定制的绝缘麥拉片，包括元器件這個頂部同樣有一個定制的塑料蓋子。這種細節它不是用來炫技的，而是把熱點攤平，把絕緣距離鎖死，把結構的風險全部都收掉啊！所以咱們測試片裡面看到的那種穩，背後就是這種工程代價。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個模塊，然後再來給大家介紹內部的電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況。兄弟們，剛才那40秒的細節你們都看到了啊！成金的板子、紫銅散熱片、定制的絕緣、定制的結構件，把定位和隔離全部都鎖死。說句不客氣的話，這玩意兒就是專門用來迷死電子發燒友的。但我今天不想讓你們只停留在哇，好高級。真正值錢的不是做工本身，而是它背後那套工程逻輯。為什麼它在測試片裡能夠長時間高負載不掉檔？為什麼溫控這麼克制？為什麼文波能夠做到那種平得離譜、穩得離譜的狀態？這些都不是玄學，更不是運氣，做工只是結果，電路才是原因。從這一章節開始，我們就順着測試片的表現，
把它的因果鏈一段段扒出來，它的輸入端怎麼把噪聲和衝擊按住，它的功率級是怎麼處理能量，控制鏈路怎麼調度狀態。這一章不靠誇，也不靠信仰，我們只靠電路證據，把它為什麼能這麼穩，這麼能扛，說到你服。EMI 及 PFC 電路，這顆96瓦從進門的第一步就不讓噪聲進來。EMI 端不是夠用就行，就是把地基打到你挑不出毛病。第一關，美國利特歐維斯出品的管狀陶瓷保險絲，3.1萬250伏。它的意義很簡單，有異常大電流時熔斷自己，保護後級。美國利特1927年成立，電路保護領域的標杆企業。保險絲後面這顆信金電子 TVR 系列壓敏電阻，用於交流浪湧吸收，把高壓衝擊擋在輸入端。台灣信勤電子1979年成立，主營壓敏熱敏電阻、氣體放電管、保險絲等電子防護元件。安規器件，美國基美電容出品的 F861系列 X2 安規電容，規格是 0.22 微法，耐壓級別310伏。基美電容1919年起家，高端被動元器件製造商，專注各類電容和 EMI 相關的無元器件。然後就是2級共膜電感，環形磁性繞置，帶塑料支架固定，術式安裝。這2個電感來自日本聖美達定制。聖美達1950年在東京起家，以高品質和高可靠性磁件著稱，主業就是電感、變壓器等磁性器件。將交流電變直流電的整流橋用的是台灣光寶集團出品的 KBP408G， 規格是4安800伏。光寶集團1975年成立，做光電與電子零組件出身。整流最後一段，2顆日本日通工電子出品的 FPS4 系列薄膜電容，規格是1微法。日通工電子1999年成立，主業就是金屬化薄膜電容的設計製造與銷售。再配備一顆聖美達定制的電感組成派型濾波，這段派濾波不是擺設，它是把整流後的高頻尖峰電流毛刺再磨一遍，給後面 PFC 一個乾淨的入口。PFC 區域控制芯片是美國意法半導體出品的 L6563S， 這個芯片屬於意法經典 PFC 控制平台。意法1987年成立，全球10大半導體之一，主營 MSU 功率器件、模擬 IC 等。配套的 PFC 升壓開關管也是蘋果向意法定制的一顆大功率 MOS 管，絲印是2460 PF8N， 定制的器件對外是沒有任何資料的。升壓電感又是聖美達定制的，4個引腳，並且帶有底座，加強穩定性。旁路保護2極管絲印 3JS29MN， 在這裡負責兜底。PFC 整流2極管用的是台灣力正半導體出品的器件。母線儲能濾波電容用的是日本尼吉康電子出品的 UPT 系列450伏82微法高壓電解電容。尼吉康電子1950年成立，全球頂級電容器供應商之一，主業是各類電容與相關電子器件。PFC 這裡蘋果獨有的一路關鍵的小電路，美國美台半導體出品3顆高壓小 MOS 器件，型號是 DMN60H080DS。美台半導體1966年成立，是一家專注於半導體分離器件製造的跨國企業。它們的作用是讓 PFC 控制芯片跨光耦與協議芯片進行通訊，讓整個 PFC 電路聽協議芯片指揮，為的是整個適配器架構切檔更順，輕載不亂跳，高負載也更加的穩定。ACF 有源前位反擊主電源電路，同樣是100瓦級別，傳統的 QR 反擊是靠熱保命，這一顆蘋果的 ACF 前位反擊靠的是把能量回收回去保命。主控 VCC 儲能濾波電容是日本紅寶石電子出品的 YXJ 系列47微法35伏電解電容。紅寶石電子1952年成立，全球高端電容供應商之一，專注鋁電解等各種電容器。圍繞這顆小電容有一顆絲印614的達寧頓靜電管，再配上2顆荷蘭安氏半導體出品的 NPN 3極管，型號是 BC846BW， 絲印是 EBT， 旁邊還有配置2組絲印 T8 的穩壓2極管。安氏半導體2017年成立，全球10大半導體之一，主業是分立器件、邏輯與 MOSFET。這一塊小電路的邏輯不是單純的供電，而是一個小型穩壓啟動維持系統，先把主控撐起來，再把電壓盯住，還給初級 PFC 控制電路留出聯動空間，讓 PFC 和主電源在狀態切換時更緊密、更聽話。電源主控芯片絲印型號是 APSL-CA01， 這是蘋果定制的電源主控。蘋果公司1976年成立，主業是消費電子、軟硬件與服務生態。
這種定制的電源平台就是他們的系統體驗一致性的一部分。它跟蘋果70瓦是同一顆電源平台，這意味着蘋果不是每個功率段重新發明輪子，而是平台化，再用外圍器件把能力堆到剛剛好。功率器件這邊，2顆意法半導體的高壓管主開關管跟 PFC 升壓用的是一樣的定制型號 2460PF8N。前位開關管也是定制型號4英 161PF6N2， 2顆管子配合就是 ACF 有源前位電路的核心結構。而真正把 ACF 前位落實到位的是這一條能量回收網絡，前位管旁邊的貼變電桿加3顆二極管加4顆 MLCC， 這套組合幹的事很硬核。貼變電桿用來柔化回路的電流變化，壓住 DI/DT， 二极管與 MLCC負責把漏感能量快速導走、回收再利用，結果就是尖峰少、吸收損耗少、熱更低、波形更可控。這也解釋了咱們測試片裡那種高負載拉2個小時功率不掉檔的底層原因，它不是硬扛，是少浪費、少發熱、少觸發保護。再看主变壓器，同樣是聖美達定制，初級5個引腳，包含主控芯片的輔助供電引腳，次級加出2個引腳，負責電流輸出。另外這裡還有一組引腳，是給同步整流控制器做單獨供電提供判據的獨立次級繞組，把功率輸出和控制供電分開，同步整流更穩，噪聲更少，後面的輸出纹波自然就更好看。安全隔离这塊，3顆黑色的外電容，220匹法、220匹法、680匹法，總容量是1120匹法。作用是在安規允許範圍內把供膜回路做得可控，讓輸出端更乾淨、更加不飄。反饋鏈及輸出電路，蘋果充電器的做工讓我心動，控制鏈讓我服氣。而它電路最厲害的地方是把協議和電源當一個系統來設計。先說2顆光偶，全部來自台灣的光寶集團出品，型號 LTV1074。負責次級與主控之間的隔離反饋通訊，也就是輸出功率穩壓閉環調節。型號 LTV1014，負責協議芯片與 PFC 之間的隔離聯動，也就是整個充電器策略調度調節。協議芯片發指令，初級側負責執行 ，PFC 和主電源不會各玩各的。同步整流部分，同步整流控制芯片4英 T18， 這個不用懷疑啊，又是一顆蘋果定制的芯片，沒有任何資料可查。2顆同步整流 MOS 用的是德國英飛凌半導體出品的 NMOS， 型號為 093N15NS。英飛凌1999年成立，全球10大半導體之一，主業就是功率半導體、車規級安全芯片。同步整流的意義就是把整流損耗壓下去，發熱壓下去，輸出阻抗一樣的把它壓下去。次級輸出濾波用的固態電容也是日本尼吉康出品。F5K 系列5000小時長壽命系列的固態電容，規格是330微法25伏2顆，高品質固態 DESR， 電流一上來電壓不容易抖，順態出來了輸出就不容易發毛。協議芯片用的是英飛凌旗下賽普拉斯半導體出品，型號為 CYPD3135。賽普拉斯1982年成立，後來被英飛凌收購。這家公司的典型強項就是連接與控制類芯片、USB 觸控、MCU 等。V-Bus 控制層的開關管用的是荷蘭安氏半導體出品的 NMOS， 型號為 PSMN220-30YLD。這個開關管就是輸出的總閘門，配合檢測電路，實現拔插、過流、短路等狀態的快速控制。再看檢測與控制精度這組電路，美國德州儀器出品 OPA333， 高精度零漂移單運放芯片1顆，還有一顆 TLV1071 高速比較器芯片1顆。美國德州儀器1930年成立，全球半導體行業先驅與集成電路技術的奠基者，主業就是模擬與嵌入式半導體。美國威士半導體出品5毫歐4線採樣電阻1顆。威士半導體1962年成立，全球分立半導體和無源電子元器件領先的制造商。這一套組合說白了就是採樣更準，漂移更小，閾值更一致，保護更果斷，所以它的紋波穩如泰山。這不是運氣，是控制鏈路堆出來的結果。這一個蘋果96瓦，它不是單點器件強，而是3條鏈路一起強，輸入乾淨，功率級高效，輸出控制精密，這就是蘋果做體驗一致性的老路數。看起來不花哨，但你一上儀器就知道它有多穩。兄弟們，這顆蘋果96瓦真正跟很多100瓦充電器不一樣的地方，我直接把它歸成3個硬核亮點來解釋它為什麼在測試裡那麼穩、那麼乾淨、那麼能扛。首先，亮點1，
它是系統級電源，不是普通的協議加電源的拼裝件。很多的百瓦充電器是協議芯片管輸出 ，PFC 和主電源各跑各的，而蘋果這顆不是，它把協議域、PFC 域和主電源域做成了明確的上下級關係。協議側能隔離下發指令，初級側能把指令落到 PFC 的關鍵節點上，做到啟停、模式切換、限功率這些動作聯動得很乾淨，所以它切檔順，輕載不亂跳，重載不抽風，是它從系統級層面就不允許亂。亮點2是它處理能量的方式更加的高級，少燒熱，多回收，波形更順。很多反擊類百瓦充電器遇到尖峰漏感能量，核心的思路就是吸收掉、燒掉、壓住就行。蘋果這一顆更像是把能量引到該去的通道裡處理，尖峰不讓它亂飛，漏感能量不讓它白白變成熱。這種做法帶來的結果非常的直觀，高負載長時間拉得住，溫控更加的克制，而且輸出側更容易做出咱們測試片裡那種穩得離譜的輸出紋波。亮點第3就是它把輸出穩定和保護精度當成硬指標去做，工程師把同步整流、閉環反饋、精密採樣與快速保護做成一整套系統，同步整流的動作更加的準，再配合精密採樣、零漂移放大、快速比較器、V-Bus 閘門，等於把輸出的穩定性和保護閾值都鎖死，所以它的紋波乾淨，曲線規矩，長期工作狀態更加的一致。這不是某一顆電容的功勞，是整條鏈路一起在兜底。兄弟們，3條硬核的亮點總結成一句話，它不是堆一堆料去湊一個能量級的百瓦，而是用系統聯動、能量管理、精密控制，把穩定性、高質量輸出和耐用性做成了同一個結論，同時把發燒友的心也照顧到了。做工這塊確實很發燒，很 HiFi。最後我們把測試和拆解一起做個總結。這顆蘋果96瓦給我的感覺很明確，它不追求極限數據，它追求的是穩定和一致性。給蘋果手機充電曲線非常的規矩，充電器本體溫升也非常的低。更硬的一點是烤機滿功率連續拉2個小時不會掉檔，最高的殼溫也就是50多度。這種狀態在同功率段裡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轉換效率這一塊，220伏下在中功率檔位能做到更高一點，重載時略微下降也正常，但它整體的平台是穩的，紋波更不用說啊，最高沒有超過100毫伏，全檔位都是那種平直規矩的穩派蘋果風格。再看這次拆解，我把話說的重一點，市面上很多百瓦的充電器都在算成本，蘋果這顆96瓦它是在堆體系，輸入端從保險絲、安規電容到磁鍵，基本上都是一線廠的方案。PFC 和主功率級用的都是國際大廠的平台，母線電容、輸出固態、同步整流這些關鍵的位置全部給你上頂配，再加上成精的板子啊、紫銅散熱片、定制的絕緣和結構的固定，這不是為了好看，是把散熱路徑、爬電距離和一致性全部鎖死。所以它貴不貴另說，但它確實把長期穩定和電流輸出品質按工程標準堆到頂了。所以這顆96瓦不靠花火取勝，它靠的是工程體系取勝。如果你想找一顆長期用着省心、輸出乾淨、表現穩得一批的大功率適配器，它就是標準答案，沒有之一啊！測試為了了解，猜試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離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